一位主持人凭借47秒念完350个广告词，被广大网友称为中国好舌头。一说封神的代名词就是他的专用词，因为中国好声音一炮而红。没错，他就是华少，但是现在的他却很少出现荧幕上，可以说事业一落千丈，俨然从一个浙江一哥沦为战地记者。华少的事业有这样如同跳崖式的下跌，在他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表现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少的口才是真的很好，可以说已经到达了顶峰的状态。但谁又想到，这样一个在口才上面无可挑剔，主持的时候总是语言犀利的华少，在小时候3岁之前，竟然一句话也没说过，性格也很内向。其实华少并不是他的本名，他的原名是叫胡乔华。看着他口齿伶俐的样子，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原本的家庭状况并不是很好。1981年出生的华少是家中的独生子，虽然家里经济一般，父母都是打工人，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一家人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一家3口本是过着被人都羡慕的生活，有时候旁边的邻居都会夸赞说，你们一家3口可真幸福，也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在众人都很羡慕的时候，华少的父母开始因为家中的琐事吵架，一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华少从小的性格就很孤僻。中间没过多久，爸爸妈妈选择了离婚，华少被分给了爸爸，父子俩在一起生活。要知道，很多当父亲的很少跟孩子交流，华少父亲也是如此。就这样，华少在3岁以前几乎从来不怎么说话，奶奶还以为自己的孙子是一个哑巴。随着年龄的长大，华少作为家中的独生子，身边没有什么孩子一起玩耍，再加上本身性格就很内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门口的邻居也不愿意跟他一起玩。长时间下来，华少的性格就很古怪，就算是放学回到家中，也是很少跟自己的父亲交流，一回来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捣鼓自己的小玩意儿，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享受独有的美好时光。俗话说，上帝在给你关一扇门的同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在小时候的时候，华少的语文成绩就很好，老师布置的语文作业大部分都是造句，写200字左右的小作文。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写作文就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任务，但是偏偏只有华少很喜欢这样的作业，而且还会出色的完成作文。语文老师还经常把他的作业当作范文，让其他同学进行参考。也许华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抒发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言语。自己性格内向，平常不怎么说话，就会用写作文的方式来表现。华少由于没有什么玩伴，在过周末的时候，他总是待在家中看电视。他看的电视不是动画片，更不是电视剧和电影，而是辩论赛。看到电视中正方和反方激烈的交战，每个人的口才都很好，并且在自己知识量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推翻对立面的论点。看到交战激烈的辩论赛，华少每次都是心潮澎湃。从那个时候，他就很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口才很好的人，立志当一名主持人。有了目标就有动力，但是他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喜欢与他人交谈。为了自己的梦想，他慢慢尝试与同学在一起玩耍，努力让自己融入伙伴的大家庭。与此同时，华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成绩，每天都会刻苦的学习。在高中的时候，他写的一篇作文还被班主任当众表扬，并且为了克服胆怯心理，他还专门在全校师生面前朗读了自己的作文。很快就到了高考，在大家都以为华少可以顺利进入上海戏剧学院，但是由于文化成绩弱了一点，最后考取了浙江电视大学。虽然华少没有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但是令他怎么也没想到，浙江电视大学就是自己人生转折的起点，也是自己事业起步的垫脚石。上了大学之后，只要是相关播音和主持的比赛，他都不会放过，一一报名参加，就是想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来锻炼自己的口才。刚开始接触主持的时候，毕竟是一个新人，华少会出现不少的问题，比如记不住手稿，因为紧张普通话说不清楚，该活跃气氛的时候却冷场，各种小问题层出不穷。时间一长，本来就对自己不怎么自信的华少就开始自我怀疑，甚至会觉得自己选择主持人的道路是不是错的，但是又不甘心放弃，就这样一直砥砺前行。刚开始的不顺利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之后，华少的事业之路越来越顺利。在学校因主持出名之后，就被选进了电视台工作。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主持排名一直保持第一，又被浙江电视台挖走。在电视台里面一直都是保持虚心请教的态度，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后来华少和朱丹合作主持了《我爱记歌词》，两个人的搭配默契，幽默组合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欢。原本被大家看不好的一个小节目，在无名之辈的主持下，播出后的反响竟然还不错，两个人瞬间也成为了浙江电视台的一哥一姐。华少因此开始有了小小的名气，但是在这之后就开始
在节目中任意妄为，开始了自己的作死之路。华少的主持能力逐渐被大家认可，对于这样一个人才也不会就此埋没，他的事业还是一直顺风又顺水。在我爱记歌词之后，华少又开始主持《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本就是重金打造的，不出意外，节目播出之后就迎来了很高的播放量。也正是这个节目让华少走上了事业的高峰，凭借自己出色的主持能力冲上了著名主持人的榜首，甚至可以与汪涵、何炅两位大神匹敌。在华少火了之后，越来越多的制片人和导演来找他当主持人，节目接到手软，好几个节目在他的主持下播放量都还不错。渐渐的，华少的名声越来越大，在浙江电视台中已经有了华少的一席之地，同时他还被邀请主持浙江春晚的重要节目，一瞬间所有的光彩和荣誉都扑面而来。可能是华少很享受其中的荣誉之光，主持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的虚荣心，所以他开始扩展自己的涉足面，开始做起了策划、推广、拍戏，还有制片人，甚至华少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梦想不过是个痛快的决定》。这本书主要讲述的就是自己30年的追梦时光，也正是这本书的出版首次曝光了自己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从这本书我们才得知，华少是怎样从一个内向男孩成长为一名电台 DJ， 然后再从一个在电视台里打杂的临时工，怎样逆袭成一名著名主持人。他在文章里面也讲到自己成名之后的心理感受，中国好声音给自己带来荣誉后的成就感和压力都很大，好舌头并不是一个很好当的头衔，这中间的过程有多艰辛，恐怕只有华少自己知道。在他看来，所有经历的困难和艰辛都是不值得一提，这些苦难都是命中注定，就是对自己人生的次考验。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体验和学习，成长之路艰辛是真的，因好舌头爆火也是真的。很多人都羡慕华少年纪轻轻就已经到达轻易不能达到的高度，名利、荣誉、金钱全部都是囊中之物。人们常说，人一旦成功，就很容易在名利当中迷失自我，变得越来越膨胀，然后就深陷在自我膨胀中无法自拔。华少就是如此，认为自己得到了一切，变得越来越飘，开始了自我作死行为。有一次在好舞蹈的节目上，金星作为评委，华少是节目的主持人，面对一个残疾女孩，华少直接就问，你是怎么样从瘫痪走向成功的？这个时候女孩已经面露尴尬，但是华少还是一直在追问，并且在主持的时候一直在重复强调女孩就是一级瘫痪。女孩很尴尬的站在舞台上，不知如何回应。这件事引起金星的极度不满，他在现场直接没有给华少留情面，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专业主持人所能表现的，在舞台上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很显然华少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然而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没道德的事情。2013年，华少自导自演的一个采访节目《大牌驾到》，在这个节目上，华少更是将自己情商低的无知表现得淋漓尽致。华少为了让自己的节目吸引更多的人的眼球，花重金请来很多大牌影视明星，甚至是想利用明星收入多少和生活方面的私密信息吸引观众的眼球，其中就请来了张家辉。翘着二郎腿的华少好像是在显示自己就是主人，上来就问了张家辉很犀利的语言，你现在这么有钱，一定买了很多套房子吧？听到主持人开门见山的询问，张家辉明显愣了一下，出于尊重还是回答了主持人的问题。华少听后很不相信，还开始了自己的炫富模式，表示自己就已经买了3-4套房子了，并且还展示自己手上戴的名表和钻石戒指。这个时候张家辉就已经不想再回答下去了，然而华少并没有打算收手，直接抛出了女儿以后结婚对姑爷的要求是什么，还有钱包里没钱和鬼哪个最可怕之类的问题。张家辉一再忍让，但是华少根本没有理会，直接讲出这样不尊重对方女儿隐私的话语。张家辉霸气回应，你是主持人吗？主持人的底线在哪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已经成为了华少身上抹不去的黑点，但是他根本没有收敛，好像自己真的是无人匹敌，就算是大佬马云他也敢调侃。在一次颁奖晚会上，华少是主持人，当时张一山出演的7个我收视率很高，其中剧中角色分裂人格表现比心的一系列动作更是吸引眼球。华少突然让台上的张一山对着台下的马云比心，并且让马云学着比心的动作，虽然这个要求很突然，但是2个人还是照做了。但是华少接下来说的话直接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一看就不是一个物种比出来的，幸好他现在的腿是合并的，要不然我还得误会了
这样低情商并且还带黄腔的调侃，只能说华少是第一人，对方还是大佬马云。华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别人的底线，这样的作死行为只让自己的事业彻底陪葬。最后的爆炸点是高以翔死亡的事情，当时高以翔因为连续的高难度动作想要休息，但是都被华少拒绝了，最后昏倒躺下的时候，华少竟然为了节目效果阻止护士进行抢救，最后因为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高以翔还是离开了人世。这件事之后，很多网友纷纷让电视台将华少辞退，然后华少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最近的一次露面就是华少作为浙江电视台的记者在前线主持现场的情况，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风采，网友看到之后纷纷表示沦为现在的模样都是自己做的。华少的翻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一次又一次踩踏别人底线造成的结果。一个人想要一直保持自己的成绩，不仅仅是有实际的能力，更要有最基本的相互尊重，对嘉宾口出不逊，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将无名小辈的尊严践踏，这样出格的行为根本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一个人想要得到认可，首先就是要做到温暖他人，尊重他人。不管怎么样，现在的华少沦为现在的模样，从天堂直接掉下了谷底，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下的结果。